对，我得重新调光，然后我还要架手机，太累了。我光反正都布这儿的，我就是抬了一下这个灯，我就直接开了，憔悴了，这太痛了，太痛了，受不了，真的很痛。直播打399，你叫哪？你好呀，好呀，十一吧。啊，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每个月的那么几天的第一天，就是不是很动得了。我的怎么说呢？就是小腹很痛。这耳机好看是吗？是吗？休息吧。对啊，我现在就是在休息啊。主要是我本来今天拍视频了嘛，然后又化妆了，本来就而且我其实这几天播的都不怎么样，就是我大号，然后我现在想说不行，我今天得直播，但是我确实是因为我刚才趴在床上，我差点睡着了，就是很痛，然后没办法了，还是播小号咋？哎，等一下，小号这个字没调，好小，跟练腿没差别，下楼梯都会打颤，倒是下楼梯倒是不会打颤，那还硬播，没事儿，聊天还好，只要我不跳舞就还行。也不叫硬播吧，也还行。这个字在哪调来着？有点小，要调大一点。哦，嗯，这谁啊？好眼熟，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哦，这样好了，可以其实改一下做播和聊和跳舞轮着来。你说大号吗？但是我怕影响我大号的流量，就是所以我为什么就是所有的聊天基本上还有这种做播基本上都在小号，大号播的比较少，就是大号又做播，但是做的次数会很少，然后所以就是对，所以今天还是用小号开的播，因为小号做播我其实不用担心会破坏我的流量啊，也不用担心今天数据过于好或者过于不好，无所谓。我是不是哦好痛？我是不是不在女团了？我对，就是现在不在了。能不能去春熙路给英雄联盟助威？这两天英雄联盟需要我助威吗？我觉得我需要别人给我助威啊。英雄联盟需要我助威吗？应该不用吧。第一次看这个号，哈哈 ，Q 哥晚上好。好久不见，那后面还能在别的游乐园看见我？这个我不是游乐园的员工，所以去的话也只是去当嘉宾演出的，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啊，其实找机会蹭下热度啊，我搁哪去蹭热度啊？谢谢大家的关注。S11077，安静的坐在这里好开，哈哈，谢谢小咪啊，谢谢。没怎么，就是女生每个月的那几天的第一天。谢谢啊，瑞瑞啊，谢谢你的关注。啊，感冒了，没有，鼻子倒是确实是堵的，为啥？找不到纸。阅读那几天，对呀，就是流血的那几天的第一天。没办法，实在是跳不了舞。其实我很想跳舞的，但是跳不了了，没办法，气色好差，是吧？没办法，我这个月因为其实我上个月还蛮规律的，然后这个月就是其实是我推迟了半个月，这个月才来，可能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想的事比较多，不知道还是心情不够好，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迟了嘛，迟了就会更痛。然后我今天其实蛮痛的，因为我今天因为我家有一只猫，然后本来在发情，然后它今天就是它昨天晚上睡觉一直睡在我的这个肚子上，
然后我今天醒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他睡在我肚子上，然后睡麻了，很痛，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痛，然后后面就受不了了，我就起来了，然后好吧，然后我又回床上窝着，想了想不对呀，然后我又翻了一下我的抖音，我说不对呀，今天该发视频了，我说不行，我得马上我得爬起来出去拍个视频，先跟着先把那个续上，拍的好不好另说，但是咱们得先续上，然后我就出门强颜欢笑，因为又在下雨，就是外面又在下雨，然后已经那个时候天都快黑了，然后我就想笑，但是我发现好痛啊，我其实痛的腰都不太能直得起来，就是可能那个视频里面都有一点点腰其实没怎么直起来，就是真的很痛，就是痛到直不起腰的那种。我现在也很痛，但是会好一点，因为我刚才喝了很多那个就是热水，就是喝了超级多的热水，其实现在还好一点，现在没那么痛。刚才差点睡着了，今天就见不到大家了。谢谢 SLUX 啊，谢谢宝宝的入团卡。晚上好，三哥。出血抵 buff， 对，出血抵 buff。大号开不了了就休息。其实，小号也能跟大家聊天什么的，也还行吧，也还行。主要是因为我也化妆啦，我要是光只拍一个视频的话，感觉怪浪费的。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播一下呗，无所谓。也没事，本来我要是不播的话，我也是躺在床上刷手机，然后胡思乱想一下，还不如直播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差不多的，因为不跳舞的话，其实就还好。你灯牌呢？不知道啊，加州哥。你小号可能没上灯，我小号你可能没上灯牌。谢谢昔日的小鲜肉啊，谢谢宝宝的灯牌。老久没有小号了，是的，我感冒了。布洛芬来一片，我吃了布洛芬的，但是还是会痛。我吃了的，我今天起床就吃了。怎么会小号补了？身体不舒服，宝宝。我要是大号病怏怏的这个样子，还是算了吧，还是小号吧。大号这样就算了。希望我明天能好一点。病娇系回归太赞了啊！就是平时我这样子装是装不出来的啊，真装不出来这个样子。哎呀，笑死我了！粉丝多了以后都很少读到评论了，没有啊，宝宝，你可能是就是我直播间我在跳，就是前面我在跳舞的时候，可能确实不怎么能读到弹幕啊，但是其实基本上每一场的后面咱都有聊天，就是如果你在后面我坐下来认真看大家弹幕的时候，然后你给我发弹幕的话，我是能看到并且能回的。我没感冒，我只是因为鼻炎。冬天到了，我随时都这样啊。那你们这样岂不是会觉得我感冒了一个秋冬？怎么会这样？你们就想嘛，就是你手上破一个小口子，你都会很痛，对吧？你更不要说你流那么多血了，真的很痛。谢谢萌萌的跑车啊，谢谢萌萌。谢谢宝贝的跑车，谢谢你好点赞啊！耶，这边7级了，恭喜啊，恭喜萌萌！谢谢三哥点赞啊，谢谢安安的点赞。感冒了，嘿嘿，你就当我生病了吧，生病了，就是身体不好，目前暂时身体不好。为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换号了呀？虽然爱看这样的，但是还是休息。好的，这样的我其实不常见，我很难得这样的，就是这样了还直播，因为我确实是今天得发视频，然后我化妆了。如果是我昨天刚发了视频，今天也不用发视频，说不定我今天就不直播了。谢谢安野的灯牌。
谢谢安安的关注。自己的头发也很好，是啊，但是呆毛流量会更高嘛。谢谢玲玲哥哥的多喝热水。好的，萌萌去吧去吧。鼻炎用清水洗鼻子，我是朋友往鼻子里送，每天循环几次。你就是这样好的，我好不了，因为我家里有猫，晚安，你好，晚安，谢谢哈喽的关注。欢迎大家，晚上好。哎，怎么还有人给我点赞啊？怎么都6000点赞？这些小主播都很不容易。今天跟先签这个合同都是8万钱，本来是天帮一个姑娘做全，我没有签公司，我一个人孤身一人出来闯荡社会，没有公司，没有运营，孤身一人，所以我很好欺负啊。MCN 能打赢吗？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合约吗？原来不是看错了，哈哈！谢谢无名的关注，谢谢。你管100万粉丝叫小主播，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不能笑，好痛，笑死我了。谢谢关注啊，谢谢大家。今天为啥在这个号播？因为今天身体不舒服。就是因为我并不太清楚，就是如果我用大号也像这么偶尔经常随便播的话，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没有尝试过。所以平常什么就像这种随便聊聊的，我们就暂时都在小号上播。就如果是后面发现哎好像做播也没什么影响，我们以后也可以在大号上开。怎么了？已经看见空气中的毛了，也可能就是200万粉了，真的假的？假的。我不是搬了次家嘛，然后我的那个什么，普通话叫什么来着？四川话叫烘墩儿，普通话叫什么来着？那个暖手袋啊，对，暖手袋找不到了，一个都没找到，我就没找了。其实我现在很需要一个暖手袋，但是我又不想用那个暖宝宝，因为暖宝宝它烫，就是烫的地方太小了，然后就是不好用，还是想要暖手袋，但是我没找到，我买了也只能今天也用不到了，但是我明天再用的话，就是也就明天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我就痛那么1天到2天，最多痛2天，不知道这次会痛多久，因为这一次确实蛮不规律的，这个星期不，这一次什么这个星期这个月。谢谢关注。大号有过一回，对，大号做过播1回，是尝试嘛，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目前上一次那个情况看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测试频率问题，但是今天就算了，因为我大号就是完全什么都像这样摆烂播也是不行，就算是做播大号也得整点花样啊，是吧？看 MCN 还是蛮赚钱的，那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去想看 MC 啊？晚上好啊，丽甜，谢谢高峰的关注，你纯路过，欢迎路过啊，欢迎。闪送一个给我，真的吗？这不比抢银行风险？热水袋、暖水袋、热水袋，对啊，就是暖手袋。他明明还要跟你抢，就要跟你签个合同，这叫先礼后兵。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磊子的关注。怎么了？不像我吗？怎么我今天这么不像我吗？我也就是可能感觉气色不是那么好，就是看起来比较疲惫，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戳我吧。我感冒了。我其实不是因为感冒，不舒服。对，每个月的那几天更好看了。其实真的假的？这刚才这是谁说喜欢看我生病的样子？真是服了，怎么还会有人喜欢我生病的样子？
听到我声音有点不对劲，你可能接下来一个秋冬听到的都可能是这种声音。哎呀，好痛！明儿就把房子底下房子还是就算了吧，底下房子说哈有点太离谱了。肯德基病毒好了吗？好了，那个好了。生病那不行，笑死我了。我被芥末了。就我本来喜欢林黛玉哦，好吧，是不是我这样你们觉得更想保护我呀？是不是我这样出去打 PK 我都不用讲话了，我就这么盯着你们就行，话都不用讲。之前那个我要说什么来着？我给忘了，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忘了，我想起来再跟你们说。喝点儿，这样还好看多了。你见犹怜，就因为不想看见我跳，为什么？是觉得我跳舞很丑吗？这样萝卜哭哭上，来个现在谁来给我了个萝卜？来呀，来3、2、1，又开始了，笑死我了。我遗传性鼻炎不是，我是过敏性鼻炎，但是我家里有猫。幼童还挺可爱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比较自然，但是，哎，我也想啊，就是我也真的很想就这样坐着播，挺好的，也不用，咱们也不费膝盖，就是说咱们也不那个什么，就是不用跳舞，就直接坐着聊天，多好！我也想，又不费体力，然后还能把每个人都照顾得周周到到的，多好！但是人很少啊，就是离那些东西远一点，我远不了，我家里有猫啊，宝宝。这2天阿喵就一直坐着聊天，我不确定我的大号坐着聊天会怎样啊。这以上啊，不是，怎么回事呢？啊啊啊啊！真有啊，真有啊，还真有啊！谢谢我们份儿宝，谢谢份儿宝的为爱起好，谢谢宝宝，谢谢你的为爱起好。你要为我起好吗？你爱我吗？我爱你呀！谢谢你的为爱起好，宝宝。真的有，真有啊！今天咋小号了？你看起来我现在怎么样，乱宝？你觉得我现在够精神吗？好的，小猪，我路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多穿点。你的一个抖音片吃了一个抖音以后，我这样会越来越严重的。不会的，那倒是还好，也不会越来越严重，只是因为秋冬天到了。谢谢你的关心啊，谢谢你的关心。今天看着憔悴，哎，就是咱也不可能随时每天都那个活力元气满满，不可能，不现实。咱们毕竟是女，我们又不是男，又不是那个什么，又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男什么什么，就是总会大出血。份儿宝 Lucifer， 谢谢宝啊，感谢宝呀启航，谢谢宝宝。作为奖励，作为那个 Lucifer， 你奖励我一下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谢谢六姐的亲吻啊，谢谢六姐。这是优头，是啊。奖励一首歌，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呀？Lucifer，给你唱啊，宝。我们的发宝有什么想听的歌不？还谢我，还和你客气，我怎么就不能跟你客气了？咱们不对，这不叫客气，说错了，这不叫客气，这是那个什么，就是咱们之间感情的纽带都是相互的，不可能让你单方面的付出，也不可能让我单方面的付出，我们就是要这样打的有来有回的，才能越打越久。
怎么激起了你们的保护欲吗？走，我们现在就出去打 PK， 我们今天就从头打到尾，我一句话也不讲。谢谢六姐的亲吻啊，谢谢六姐。一路生花，我给你放啊，我不会唱，宝宝，给你放，稍等一下。我会好好的，你会了没？我会的，我也会好好的。听说我要来兰州了，是的，我12月6号在兰州。我前两天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上一个那个线下已经在8月份了，已经很久了。我前两天见了一个我半年没有见的朋友，什么前两天？就昨天，还前两天呢。然后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哇塞，你瘦了好多。但是其实我可能是真的是这段时间可能跳舞，然后把我的肥肉变成了精瘦肉。他说我瘦了好多，他说我的脸瘦了好多好多。但是直播间因为我其实是有开美颜的，就是有开小脸，可能你们，但是我参数一直没动过啊。那应该就是还是瘦了吧，就是线下见到也不知道会不会变得，会不会变得更好看了。反正我那个朋友说会变精致了。再一次线下就是12月6号，不对，我要放一路生花呀，我在干什么？稍等一下啊，宝宝。现实中有这样的女生就好了，为什么没有啊？其实我感觉啊，就我现在开的这个美颜跟我现实里面有差别，但不大。就是现实里面可能会多一些，就是会多一点这种法令纹，然后其实就也差不多吧，我感觉。不信你问玲玲哥哥，玲玲哥哥见过我这样的。你们问玲玲哥哥。一路生花，稍等一下啊，放个歌啊，宝宝们。一路生花。我是不是应该在头上戴个蝴蝶结就好看了？感觉头上幻视蝴蝶结。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说这首歌，你会好，我不会，对不起，我给你放。对不起，作为回报，我学一段，我到时候发给你，作为回报。今天不跳舞，我开的啥小脸，线下脸更小啊？真的吗？我会好好的。这首歌我不是学了吗？这首歌我学了呀。但是我等一下，家人们，我发现了一个惊奇的事情。这首是我会好好的，宝宝。一路生花，刚刚那个中断掐一下啊，先插播一首。这首我会好好的这首歌，它的编曲，它叫涂慧源。一字不差，它叫涂慧源，不会是你吧？不会是你吧，玲玲哥哥？不是，玲玲哥哥就叫涂慧源。这3个字一字不差，跟这个一模一样。敷衍我，知道了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这事说来话长，实名上网没有。其实好多宝在我这里都是实名上网。谢谢三哥的荧光律动。我爱着你，是爱情的有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爱着你。其实为什么一定会开美颜这东西啊？就是因为就是真的，不管是相机还是手机，镜头它始终是不能还原美貌的。所以为什么会开美颜呢？就是这样啊。
你们要是真的想看素颜，有机会，等我那个什么，等我什么时候不熬夜了，什么时候就可以给你们真正的素颜开播。不行，我现在顶多了可以，我还是得开美颜和开一点磨皮，然后给你们直播，就算是不化妆的话，因为我其实因为熬夜，我的素颜 bug 还有点多，现在我有黑眼圈，然后脸色也不是很好，就是因为熬夜。或者等我30岁之后，等我去做那个什么热玛吉，就是去美容管理一下，到时候应该就又白白嫩嫩的。弹起来唱歌也没力气了，没有，就是我因为我有点抽着疼，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不懂，就是怎么形容这个痛呢？就是它是那种一直在痛，然后它有的时候会突然很痛很痛，然后就有点像胃痛的那种，但是比胃痛它其实更难受一点，因为胃痛它其实就是胃痛，就或者一块肠胃痛，但是这个痛吧，它会牵连你所有的，就是这一块都会痛。我现在其实就是基本上算是没什么力气。你把我作品看完，好像看到素颜了。其实我就这个小号的那个昨天刚拍那个视频，还有我那会员空间那个视频，其实约等于我的素颜了，约等于了。因为我昨天没怎么化妆，昨天不是去排练嘛，我昨天没怎么化妆，就打了个底，出了个门。昨天那个约等于了，因为我其实也没戴美瞳，因为我戴了眼镜嘛，就是开了一个特效，可能有点美颜，就直接在抖音里面拍了就发了，也没后期。不熬夜，30岁还早得很，你可能等不到30。不行，你必须得等到30，不可以，你必须得等到30。我们会一直好好的，有什么不能等到30的？那会儿字节都倒闭了啊？真的吗？也不至于吧，这离我30也没几年了。30岁还不得等12年？这2年衰老的太快了，其实就是会过了一个年龄段之后，其实你就会真的突然发现，就你平时可能因为人其实每天都会照镜子嘛，就因为就是洗脸啊，包括那些时候你都会照镜子，就是某一天你会突然照镜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突然就老了，会有那么一瞬间，这是一个阶段，会这样的。真的，到时候30岁去打一打那个什么热玛吉，然后超声炮，哇塞！到时候咱们就又是小姑娘了。30岁好去参加乘风破浪的感。哎呀，如果我真的能做到那种地步的话，那我也不愁了，我也不愁自己干嘛，一点都不会愁了。那时候好久远啊，30，其实很快的，时间过得很快的，真的过得很快。我个人觉得啊，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因为你看我搬到这里来，就是我搬到这个背景都已经6个月了，6个多月了，半年了，就好快啊！就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半年就过去了。谢谢 David 的关注。对，地上娃娃，想我了，今晚喝起来了。你后面还有个后缀呢，你想我了。为什么是你？什么？为什么是你啊？我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弹幕？30你都结婚了，我怎么？那万一30我没有结婚呢？那万一我没有结婚呢？
不一定啊，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这东西不好说，真不好说。有些事情就是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啊，我30岁结婚，那万一我30岁不结呢？啊，万一就是我一直不结呢？也不是没这个可能吧，就一直没遇到合适的人，就不会结婚了。是蛮像的。痛风加酒精过敏，你想我想的在喝闷酒，我觉得你可能是在想人，但是你不一定在想我，只是刚好你在我这里，所以你说你想我。哎，我们的一路生花嘞，怎么放着一路生花不见了？啊，再放一个一路生花，一路生花。产生戒断反应了，对啊，那不是因为我啊，那绝对不是因为想我呀，毕竟昨天那个收官对吧？那肯定不是因为我。他是谁的小号吗？你猜猜，玲玲哥哥，谢谢川风的关注。收官不要去想了，没有，我说玲玲，我说六姐，我想收官干嘛？就是那个六姐后面后缀挂的那位，就是说六姐可能短时间之内线下见不到她了，所以就是今天喝闷酒呢。有新团的家人们，但是我名字已经想好了，就是我新的身份的名字，就是我不想让这个身份套上优童的枷锁，就是想以一个全新，就是相当于想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以另外一个身份重新跟大家见面。因为其实优童怎么说呢，优童就是如果我一直继续用优童这个身份，我感觉反正就是想跟大家一同起步嘛，就不想再用这个就是用优童这个身份了，因为这样的话我的起点就是会比其他的妹妹会高很多，但是我其实个人不想这样，我想说就是重新开始，换个身份重新开始，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不会通过这边这个就是通过优童或者八童子怎么样去宣传，就可能会告知大家我有演出，或者是跟大家讲一下我另外一个身份叫什么名字，然后什么时候有演出，但是我绝对不会用我这个身份去宣传另外一个身份的事情，也不会用另外一个身份来宣传这边的事情，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如果是也想在那边去看我的话，大家也可以尊重我另外一个身份，好吧？谢谢用户9221的关注，不会是新团直播还是发切片？新团，暂时不直播，因为它那个规则其实就是那边的规则跟这边这个还不太一样，就是在演出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能直播的。然后我到时候可能会更新一些，因为那边的话可能发生活会多一些，可能会有新的微博、新的小红书和新的抖音，然后到时候可能会跟一点，我应该跟 vlog 会跟的比较少，因为我其实不太会剪 vlog， 我可能会多跟一些动态照片，然后更新一些这种 live 图啊什么的，可能会多一点。然后优童还是优童不会变啊，只是优童，就是优童这个身份不会去做地上的娃娃就是了。然后地上的娃娃是另一个优童，不，是另外一个双胞胎，另外一个胞胎。今天暂时不跳舞啊，人海茫茫，你一眼就能认出我。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啊。那你们该叫我啥了？你要电气好，新来的老板。有活动讲眼针就对了，就大家想我的话，就会打开运气了。就是大家想我的话，就可以来线下见我。然后呢，如果是比如说你们遇到什么就是特别难过的事情，你们又想跟我讲，又想跟我单独讲的话，你们就可以打电器啊，然后或者什么的。
就我个人觉得，其实电切也是蛮好的。就是为什么我会，就是最后一把推我去参加地上的娃娃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电切是一个可以和大家非常好接触的一个机会和一个契机。因为它是，就是你比如说我用优童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吧，我今天说你们谁不高兴了可以给我打电话，那我会不会一天24个小时有20个小时都有可能有人给我打电话？那我咋整啊？我还得工作呢，对吧？我还得睡觉呢，我还有自己的生活呢。但是就是换一个身份，就相当于让私下给大家打电话，然后呢给大家说事情，这个事情它变成了一个有规矩的东西立在那儿，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对我对大家其实都挺好的。那我觉得所以当时就想说会想去参加这个东西，因为没办法，咱们现在这个影响力和那个什么就是确实不太够，人家也不会请咱去演出。有活动，就是优童那边，优童这个身份有活动也会去接，就是会接，有活动会去也会接，会继续的一样的，没什么变化。优童不会有变化，优童有的变化可能只是直播会少，可能会少一点点，可能会少个1到2个，其他没有别的变化。2个号都是自己做还是团队的？都是自己的。对，妹妹也去。谢谢芈月的关注。好的11宝，去吧。哎，去忙吧，份儿宝去忙吧。不然干主播坐着播不太习惯。你还关注优童吗？你为什么不关注优童？地上的娃娃就叫地偶，演出动态哪里看？演出动态到时候团会有新团出来了，会有新的团号，然后我这边的话应该也会发动态，有演出我会转发。就是因为地偶它其实那边跟还挺不一样的，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是以后会有拍我的比如说照片或者是那种就是舞台上的那种视频也好，照片也好，你们发在微博上面，然后我是会转发的，就是我会用我那个号转发，然后评论什么的也会。把我有点收入嘴了。要去很远的地方，笑死了。反正到时候因为我没有手机号了，我没有多的手机号去注册这些东西了。然后到时候我那个手机号弄好了之后，账号注册好了，我会告诉大家的。你们到时候想关注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体验过后，你觉得电切真是个好东西？替亲想想，谢谢乐姐的比心，谢谢。那边我们该叫你啥名字吗？是最后取关老号了，名字我取的名字叫千笑，笑就是那个 Misaki 的那个笑，一个口关的那个笑，千就是个十百千的千，千万的千，叫千笑。谢谢平窗无风的关注，对，谢谢哈，对，符合身份啊，咱们必须得日系一点啊。千真啊！卡吗？卡，要不退出去重新进。那有新的口号吗？还没想好，没想到那儿。我名字都是昨天刚想好。谢谢梦寻的灯牌。千口关，对，千口关，叫千笑。但我可能会介绍自己叫 Chisaki， 不会介绍自己叫千笑。中文叫千笑，但是其实不知道啊，应该可能会统一叫日文吧，应该不是叫罗马音，应该叫 Chisaki。谢谢小叮当的关注，谢谢。统一口多难听啊 ！Chisaki 对 Chisaki 七是 CHI Chisaki。
万水千山总是情，爱上轻笑行行。好土。对，Chisaki。然后我新的应援色是红色，就是热情热烈似火的那个红色。谢谢苏打老婆的灯牌，谢谢老婆。然后其他的东西都还没出来呢，就是给大家提前先说一下。正好你有红色的应援棒子，真的假的？我咋就减肥了？小脸都啊成，我没就是我不知道，有可能是过了那个年龄到了，就是脸会瘦，我不知道。我确实是脸瘦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轰炸起，吃撒 K。这小号码对。小号播和大号播有什么区别吗？大号是跳舞，小号是聊天，区别大了嘞。超红超亮，哈哈。哎呀，六姐的这个羊驼看的真的，就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看着会心梗一下。只在成都演出吗？那当然不会，但是一开始可能会在成都多一点。因为远征就是除了本地统称为远，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我们都要远征嘛。然后远征的话应该可能会等到明年吧。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不会一开始就远征，得先把名气打出来，我们再远征。川渝可能多一点，对，是的，川渝那个目前会多一点。然后还有什么吗？好像没有什么了。然后就是对，没什么了。暖手宝明天到，好耶！谢谢雨滴。看我扮心随心飞就对了，谢谢二哥。破费了，真的是每次看我还挺麻烦的。从欢乐谷到个人直播，到成团，再到个人直播。对呀，其实也没有。我在欢乐谷，我成团的时候不也个播吗？就我在欢乐谷的时候，我去欢乐谷的时候就已经是团了呀。我只是从团，就我一直都在个播啊，只是说团没做了而已。对我来说就是少了一个团员身份，其他没什么变化呀，我该怎么做还是这么做。我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团我的事情就不做了，我也不会因为少了一个团我的事情就变少了，不可能一样的做。你别偷偷看啊，你得来跟我打招呼，你必须得给我来打招呼才不服。你不仅要打招呼，你还要来切我。对，组了一个 Dio 团，老婆也算是新的团吧，反正但是跟之前的团意义不太一样，其实就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圈子的东西，但同样都是舞台，同样是唱跳，只是说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做这个也是有实现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我其实有跟签合同的时候跟斯大夫我们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规定了在1年之内，就如果是我的成绩没有达出我对于这份这个身份，就是对于我这个身份的成绩，如果我没有做出来，没有做到那个成绩的话，可能以后我就不会那么长的去参加活动，就是从主成员变为飞行成员，这个已经说好了。谢谢一只肥溜溜的大肚皮，谢谢关注，你带个小米狗，好呀好呀。其他妹妹都是单身吗？
你是这个是个好问题，我不知道，因为不是很熟，昨天第一次见面，不熟。总体还行吧，就我最后现在也还行。谢谢你的评价，谢谢你的评价。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然后再来评价我还行吧，这样我会很开心。谢谢去深秋的关注，谢谢好哥哥的关注。还经常直播吗？直播的呀，优童不会变啊，优童不会变啊，就是多一个身份，优童也不会变的，优童依旧是优童，好吗？只是优童可能会就是周末的有的时候就直播不了啦，因为得上台演出。就可能会由周天休变成周六周天休，但是也不是每周都休2天。后面的事情谁说不准，谁能去现场直播？还会有呆毛吗？新身份应该不会有，就是我在另外一个身份应该不会用呆毛，我会有别的其他的发型。未来的事情谁会说得准呢？是吧？咱们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及时行乐，就当下这件事情能让你开心，你就去做，就有能力你就去做。人生短短不过3万天，对吧？人生是很短暂的，反正及时行乐吧。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也许就像六姐一样，一开始说我永远都会是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她现在就是一样的呀。这个东西吧，说不准啊，说不准。谢谢可知2号的关注。我这假发好逼真，那包的。贴出去看了个地有黑话，终于知道。谢谢3出了的关注，谢谢不。还学习呢，真是的。你还是牵着，哎，行，说得好，你在这儿别叫啊，在这儿比较，就是以后大家如果是在优童上面问关于签校的事情，优童是不会回答的。提前先说，我是不会回答的。谢谢秀的关注。就像你在签校的那个身份上问优童的事情，优童也是不会作答的。哦，不对，签校也是不会作答的，说错了。先祝个9字看看，谢谢敏敏的关注。就六姐的事情让我明白，男人都是说话的嘴，骗人的鬼。以后我要是不能全心全意的相信你们了，你们就都怪六姐就好了，都是因为六姐。大号我火的时候早就关注了，谢谢你的关注。你不是，你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你看，我说我又没有阻止你，对吧？我表示尊重，表示理解，然后我也没有对你干什么过分的事情，对吧？你看我多好。谢谢彭波波的关注。信任的崩塌全是因为六姐，看来我有早恋的经历。早恋。那应该确实是有吧，那应该确实算是有吧。暗恋算早恋吗？没有这么说的话，我小学，哎，我现在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喜欢的那个喜欢的人的样子长什么样，我还记得。初中喜欢的我也记得。你还是要回家的，玩够了，回家啦。
可以发一下我假发的链接吗？直接在抖音上搜小圆圆不圆，找到。你假发叫什么来着？这你假发器哦，反正就在小圆圆不圆家买的，然后叫你假发叫什么来着？好像叫大头皮。你可以去搜一搜，反正销量还挺高的。谢谢被楼下吵醒了，谢谢关注。小学的暗恋现在当空姐了，我都不知道我的暗恋对象现在在干什么。这是小号吗？对，宝宝。没办法，就我始终是狮子座，就不管我再怎么样变，但是我的骨子里依旧是个狮子座。你能让空姐弄一波值机票吗？叫个外卖看吃播，我吃不了不，我身体不太舒服。就让彤姐知道何为中产。你说3个吗？2个。因为其实怎么说，就是因为地友那边其实他们是有个明确的规定，是不允许私下聊天，就是不能就是加任何联系方式，只能在电切的时候，因为知道吗？不然为什么会电切嘛，对吧？然后如果我用优童的身份的话，我完全没办法避免，因为大家来看我直播，我会跟大家聊天，然后就是下播之后我也会有的时候会跟大家私聊什么的，但是这种事情在 DO 里面其实是不被允许的。对，不能私信很正常，但是直播不一样，就是直播，所以直播跟地友它完全不一样，知道吧？所以就是谢谢仔细 emo 中啊，谢谢宝宝的关注。以后大号还是大号经常直播，小号应该不会播得太勤。小号就是我有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像今天这种时候，或者是我哪天不能跳舞的时候，或者是我出去旅游，可以跟大家播旅拍，然后出去吃饭，可能会播吃饭这种日常，应该还是在小号上播。大号的话主要是跳舞比较多，就是咱们正常的跳舞流程在大号会比较多，但是大号播到最后也会做播，也会聊天跟大家。只是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晚，不会像现在这么早。只要取关就不能发私信，取关没有啊，可以发的呀，取关也可以发呀，不是还能陌生人私信吗？我天天都能收到很多陌生人私信啊。谢谢阿嘴的关注，谢谢天才的关注。我会保持这种直播安排吗？会的。后面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改动，就是可能周六有的时候周六我直播不了了，其他时间不会变的，就周一到周五晚上还是在的，然后周六周天有可能就是去参加活，然后可能就播不了，暂时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如果啊，我是说 if 啊，如果我们能在早上直播的话，那就你天天都能播。如果，但应该是不会啊。我这个号，我大号要是早上播能有那么多流量的话，哇塞，那我岂不是晚上播流量都不知道有多少了？晚上播就是上万人。谢谢轨迹的关注。之后线下有行程吗？有的宝宝，12月6号在兰州。取关账号就找不到了，私信也不能没有啊，不是你们可以给我发消息的吗？还是？
但是不，我做不到啊。就如果除非我不直播了，不可能的。就是直播这个东西，它跟地友就是完全不一样，不可能的，我做不到，不跟大家私信，不可能的。我去团的话，米稳定的吧？你是说如果我去那边会少啊？会比我就是也不是会少吧，就是肯定会少，就是会比我天天准时按时开播，就是我把我直播那一天在直播间的收入和我去参加偶活的收入比，那肯定是直播间会更高一些啊。偶活挣不了什么钱，不是。也不是挣不了什么钱，就是除非以后做的很出名了，就是一开始的话其实是挣不到什么钱的。谢谢芹菜的关注。那会不会更累更辛苦了？会啊，那包的，就是我除了正常运营优童，我还得运营另外一个人。然后平时的话还得出去排练什么的，就是会多一些繁琐的工作。但是因为我确实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舞台，就我这个人其实比较喜欢舞台，我不想也不是不想吧，就是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舞台的话，我还是蛮愿意试试的。但我不你们要相信这个干这活儿，就是干团的这个活儿，肯定是没有直播来的多，不然的话，对吧？那我怎么会选择？播的在这直播呢？那时间久了，我不会第二人格吗？啊，不是，我性格不会变啊，我不会低友是内敛腼腆，不会啊，我性格是一样的，只是说就是想把优童这个身份跟那个身份分开，因为可以避免很多麻烦，知道吧？我怕到时候有人来搞我，就是比如说啊，你看明明不能私连，然后在抖音上拿那个私信说，你看他私连我，然后我就被投测了，知道不？啊，只是因为这些诸多的原因，然后所以选择了以另外一个身份啊，就不会用优童这个身份，没办法，因为我还得继续直播，我得生活。搞这些不亏就不错了，变的是风格，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小号把私信关了。对，我到时候不是就是那边我肯定不会那个什么，就是可以在评论里跟他回答评论，但是我肯定不会，就是会有那种聊天是就是私下聊天是不会的，那个号是肯定不会。但是我怕的是有的，比如说从地友粉上我的包包，然后呢有一天他发现了优童，他肯定会发现的，肯定会知道的，肯定会知道。然后呢到时候跑来看我直播，然后呢然后比如说又支持我，又给我刷礼物，那我总得感谢别人吧，对吧？那如果这个时候他如果是想来搞我的话，那其实也很简单了，他直接就可以说我私连怎么样，然后就被投了，很正常的，这种事情很正常。就是地友，我觉得反正规矩蛮多，规矩是挺多的，就咱们能避免就避免吧，只能说，要是实在是被人搞了，那就之后的事情咱们之后再说吧。就反正我能避免，我就尽量避免。谢谢旋风毛豆的关注。这规矩是国内才有的吗？你回他，你上班时间不跟人说话是吧？我也不连麦呀，平时不是连麦，就是发消息，就是私发消息，就是任何平台上的私聊，就是一对一聊都不行，是避免这种情况的。不只是连麦，就是发消息都算，就比如说今天加州哥给我刷了一个抖音1号，然后呢我下播之后我就开始写感谢小作文，谢谢加州哥今天给我送的抖音1号，这就叫私连，知道吧？这就叫私连，这其实在地友里面它就叫私连，但是直播它其实是个很正常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
地友里面这就叫私联。干啥的？演出的，唱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地友一直都是算是日本那边的嘛，对吧？然后如果是用优童的身份继续去干地友的话，我万一以后被冲了怎么办呀？呵呵，算了，还是换一个吧。无论哪个身份，你的称呼都一样。好的，学长。迪奥偶像，迪奥偶像，好，谢谢去读知不知啊，谢谢你的关注，迪奥偶像可还行。反正到时候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去关注关注吧。然后这个东西确实没办法，只能暂时这样。去你哄当正统地友。那算了吧，还是成都多好，成都吃的好。咋哇路都？言上的点有点多，感觉得小心运营。对，是的。其实我就都还好，主要是这边直播的问题，就是优童直播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跟运营聊过，就是地友那边的运营也聊过。他说没关系，他说暂时先这样，就是如果是遇到了再说。因为其实也蛮那个，就是你要遇到专心搞我的人，其实也比较难，也不是人人都这么有闲心。反正你是跟 AI 优童，你跟优童聊天又不算私联，好吗？你跟优童聊天哪里算私联？你要跟千笑聊天才算私联，好吗？遇到再说，不就埋坑了吗？但是你总得看是什么事情啊。需要关注哪个地友啊？还没有那个新团宝宝，还在筹划。目前账号什么的都还没有没有弄出来，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哎呀，反正我也了解过很多这种东西吧，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你没办法避免的。千笑跟优童聊天。有些东西没办法避免的，就算是你提前做好了10000个预案，你也有可能出现第10001个问题。这种东西真的没办法避免，而且你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过其实应该也还好，因为地友就是地友那边的，不管是习俗也好，还是爱看地友的人。其实他对于直播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热情，除非他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就比如说地友，他不仅仅喜欢地友文化，然后呢他比较的喜欢我，然后呢他想更多的了解我，他可能会来看优童的直播，对吧？这个有可能。但是他如果是通过优童的号，然后去跟我讲关于一些，就是我听出来被我发现了他是看地友那边的，那我肯定就不会再跟他继续聊了，我肯定会跟他明说这个事情，我不会再跟他继续聊。这是如果这个发现也很容易，就是大家，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识人还是蛮准的，就是如果是真的是谁从地友那边找过来了，我也能基本上知道到大概是谁，我倒是也能知道，就我自己也能避免很多问题。而且其实我回消息本来就蛮慢的，大家都知道，大家本来就知道，优童回消息一直都很慢啊。谢谢一个90后啊，谢谢宝宝的小星星，谢谢沈小满的关注。优童是啊，优童本来就，蛮那个。第一次见我这个样子，今天不太舒服。对，我今天不舒服，今天那个在流血。我的发际线挺高的，要注意熬夜休息。我发际线天生就高，我以前就是个大光额头，你知道吧？我头发蛮多的，其实。一日一回聊一个事儿得办，那倒也不至于一日一回啦，因为我确实，就平时我真的就是回消息慢啊，对，我回消息慢，死密码线大家。但是我以后回消息应该还是会很慢，除非我空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在坐地铁，或者是
我在外面闲着没事儿，我要是没事儿的话，我可能会回消息表情。谢谢 Braz Best， 谢谢宝宝的念念喵里啊，欢迎你啊，晚上好。Beyond 的最早是地下乐队，对 ，Beyond 的最早是地下乐队。你想知道地友是什么？求科普，就是地下偶像，你可以自己去查，宝宝。我说的话，你说的没那么准确。对，这是小号，看就是宅男，看直播是大叔。你也不一定，你这个太以偏概全了，你这个。只要是跟你有时差，你下个月去美国时差就跟我对上了。说得好，现在我是偶像了。我不是偶像啊，我不是偶像。优童只是一个直播热爱跳舞的小姑娘，不是偶像啊，不是偶像，别乱说，千笑才是偶像，优童不是偶像，而且千笑也只是地下偶像，别胡说。谢谢旺仔的关注。原来你是大叔，以后变成大明星了，还能记得家人们吗？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变成大明星，这个东西蛮难的，明星哪有那么容易啊？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又没有后台，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决赛，气死我了！谢谢 Joker Boy， 谢谢关注。那都关注，千笑是哪个字？千就是千，那没有账号，你现在搜也搜不到。千就是千万的千，笑是一个口一个关。总得有点目标呗。目标嘛，目标就是目标，我的目标很简单啊，就是希望我在另外一个身份里面能玩得很开心，就很满足了。我对于另外一个身份没有别的要求。但同样也有业绩要求，因为我需要活着，因为我需要生活。我有你们，对啊，我有你们。别想决赛了，还没比就结束了。对呀，还没比就结束了。又让我想起来了。那句话，你不用放大了，你就这么跳吧。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啊，反正我觉得我是比以前越来越好，就不管是从生活方面来讲，还是从我自己的颜值方面来讲，还是从我的工作上来讲，包括我的能力上来讲，我是觉得我都会比以前强，就是会比2年前的我强很多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反正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会比以前厉害太多。就是如果2年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碰在一起，我一定会2年以前的我一定会非常的羡慕现在的我。虽然不懂，但是跳得很开心的样子。对，谢谢宝宝的关注。都是阅历，说得好，自信很多。对，我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又要说到以前的事情，就是最开始拼个会，就是一开始我们拼个会成立的时候，我当时就是粉丝数是一直都是倒数，刚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是倒数，甚至一度成为倒数第一很久。包括去天津欢乐谷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倒数第一，就是我的粉丝，包括就是当时就是看粉丝嘛，其实，然后当时第一次去天津欢乐谷的时候，我就是倒数第一粉丝量，然后关键是我那个时候还摔了，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又不能就是每天还得顾及着自己的脚踝，因为那个时候天天肿嘛，然后又得跳舞又很痛，每天在台上跳舞也很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压力真的很大，真的特别大。
因为那个时候就一直都是倒数。所以其实我对于像栗子这种，就是栗子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算是给我的优童的生活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这么一位承上启下且非常重要的粉丝，真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有那个，就是我们在天津欢乐谷的时候有小舞台嘛，然后那个时候每一天大家有的时候会拿那种会送我们小礼物，当时，然后呢会拍照啊，会送小礼物啊这种，然后当时就是感觉好像其他的妹妹，就是另外的几个妹妹都有收到别人的关心，然后都有收到别人的小礼物，但是那个时候就我没有。然后就是当时，因为在我就是特别消极、特别自卑的时候，然后栗子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算是我的生活里吧，就是在天津欢乐谷的时候，然后后面才慢慢的，就是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方向吧，给当时的自己找了一个新的方向，因为我当时真的很自卑，真的很自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行，感觉越来越可爱，越来越有活力了，包的呀！谢谢大家的关注。这个东西也看诚意的，这不就好起来了吗？说得好。传闻中的传闻，梦开始的地方，对，天津欢乐谷，是的。就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就算是我自己就是觉得团里面粉丝最少就是最菜的那一个啊，我一直都是最菜的那一个啊，之前啊，栗子哥的伟大真的无需多言，栗子真的就是，哎，我每次说到这种事情，我就会泪目，真的，我眼睛又开始。但不是因为难过哈，就是真的挺感慨的。哎，你要来当我的第一个粉丝，请你当签下的第一个粉丝，谢谢。到时候我一定要看到你，你要是不来，你就死定了，你就输定了。这是又感冒了？没感冒。栗子咋了？栗子没咋，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粉丝，很重要的一个朋友吧。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对优童来说很重要。原始哥，好，先认识栗子才知道我。耶，你跟栗子是朋友吗？奶奶，什么时候出道？快的话这个月底，慢的话下个月。那我估计可能这个月底。他好久没了，因为栗子其实本来一开始就是喜欢线下的呀，他后面是为了陪我。我姑且吧认为他是陪我，然后来了线上，后面就是直播间一开始也来的比较勤嘛，后面慢慢的就是后面可能就还是不喜欢吧，然后就是线下会看的比较栗子本来就是看线下比较多啊，他现在还看48呢，48，然后看地友什么。因为一开始我们的天津也是线下，真的其实很难，就是说你让一个人又在线下陪，然后呢人家本来喜欢看线下，你又让别人天天晚上来直播间看你线上，其实本来人家也不是很爱看直播。谢谢66668，谢谢宝宝灯牌。就我从来不会觉得说这就是我不管他干什么吧，我都希望他过得开心就行了。但是虽然他不来看我直播，就像我每次卖拍立得啊，然后包括我去参加飞行地友飞行，他也会支持我，也会买拍立得，然后也会垫切什么的，也会啊，就是他一直关注我，只是说他不来直播间，他来直播间比较少。
有点淡忘了，然后在抖音再刷到。好，谢谢梁老师的关注。真正的超人，笑死了！真正的超人，对，因为栗子本来就是喜欢看线下呀。谢谢 UD 的灯泡哟，谢谢 UD。栗子哥主打线下，对，栗子是主打线下。谢谢三哥的灯泡，就是永远看线上，常看线上跟常看线下的，他永远都是两拨人，永远是两拨人。就是可能你线上看的比较多的，你说偶尔把有个线下他会去看，然后呢线下看的多的人，你说偶尔有线上他也会看，就是不会说两个都能兼顾，会比较少，有但不多。因为大家都是有事情的人，大家不会那么闲，大家不会说又线下又线上的，那多累啊，对吧？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生活啊，我也不希望说我能就是占据大家太多的生活，我只是希望让你们看到我的时候能更开心，或者是让我能调剂一下你们生活里面的困难也好，无聊也好。我只是想说把我当做你们生活里面的调味品，我不想当成你们生活的主菜，这样的话就是会让你们压力很大，然后我的压力也会很大。谢谢大家的灯牌啊，晚安啊，晚安。哎，让你一直在线下，没那么多精力。是的，谢谢冥冥之中的关注，谢谢大家的关注。那您一直笑死我了，怎么你自己的仪式不满意是吧？谢谢幽默神灯牌，你自己的仪式不满意是吧？啊对啊，下一期给三哥办仪式，谢谢 Kevin 哥的点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换窗帘有 bug 我昨天就说今天因为今天不是直播嘛，我不是要换窗帘吗？然后我想说今天起来换吧，然后好家伙今天又没换成窗帘。什么仪式？16级的直播间仪式。一开始在天降栗子的时候感觉好爱，后面才知道他不爱。对，栗子其实也爱，他也爱的。时候到了，都得要舍弃一边。好的，我也不算熬，还好。几点了？再播一会儿吧。没事，我下播反正也就是玩手机或者玩平板。然后我昨天买平板了。当时感受到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哦，我太爱直播。对，栗子对熟人不爱的，但是他其实也蛮爱的啦，8K， 对啊，8K 86多少 K， 然后我把我的那个平板抵了，还抵了800块呢，8K 多一点吧。这边直播氛围真的感觉最舒服的一个。今天没换手，今天换了，换了的有换。真的吗？我真的直播氛围真的很舒服吗？我是一个人，心在滴血不？没办法呀，那坏了的嘛，那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想扔掉不想舍弃平板，我就只能买了呀。痛是痛，但是这是算是刚需吧，也没办法。真正让我痛的是可以不用花的钱，我去花了，我才会觉得很痛。谢谢二哥的小星星，是不能现场拜见一下？可以啊，氛围就很轻松，真假的？没唱呆嘛？真的假的啊？我觉得其实因为幼童吧，就是跳舞嘛，大家都知道，
虽然有的时候有新舞，但其实大部分大家每天每一场给别人的观感其实是差不多的，就唯一可能就是服装不太同，但是跳的舞其实大差不差，也就那些。我感觉还蛮，就是大家还蛮容易看腻的，但是对，就是还是感觉有很多家人每天都在直播间。就我也是一直就是冥思苦想啊，你看能不能给大家整点新花样？但我觉得就是舞蹈它就是跳舞，它就真的就只是跳舞，然后呢花样也搞不了别的。就之前加州哥建议我，不是说可以那个互动弹幕投票嘛？但是他那个最好用的那个，它跟点赞榜是冲突的，因为点赞榜也是互动。然后呢，投票也是互动，就是有很多功能它其实是相互冲突的，我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功能。然后我现在选择的就是大家点赞嘛，点赞榜就是有点赞榜，然后呢点赞满了给大家跳舞嘛，就没办法用其他的，就是功能也很受限。我也一个上键难上的，谢谢你对我的认可。换皮肤就很满足了，跳舞啥舞无所谓。但是我反正美颜不到位在什么意思？反正但是我觉得，就我每一场我都想说怎么样给大家搞点别的，但是这个东西就可能有团队了还好，就我一个人真搞不过来。就我有的时候经常在研究新的灯光，就你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就是快开播或者是开播之前，我会研究看能不能搞一个新的灯光啊，或者是搞一个新的机位啊，或者是能不能有比如说新的运镜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很多尝试都是失败的，就像我出去拍夜景一样，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的手机垃圾箱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素材是那种失败的素材，后期出来超级丑的素材，有非常非常多这种东西。就可能大家觉得啊，你直播你拍视频你就架个灯拍一拍，你直播开个灯开美颜啊，往那一坐往那一跳就行了，那不是这样子的，每一步都是靠自己慢慢研究出来的。总感觉他们成为了唐尼小钱吧。别的房间使劲啊，没有运营太难。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运营有枷锁了，对，就是如果我就在想，如果我有一个运营，他肯定会让我多打 PK， 包的。因为其实从残酷的从数据上来讲，真的就是你每天的场播场观，就是包括你的付费数据会更好的话，其实推流会更好。就是比如说每天啊，比如说我是打比方，比如说我每天有10个嘉年华，我直播间有10个嘉年华，那我第2天开播，我的起步的流量池它本来就会高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有的人会越播越火，有的人永远播不火，就是这个原因，就是饿的人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有运营了，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让我多打 PK， 或者是多让我想点办法看怎么样激起那个大家的消费欲望，包的。但是这个方面我肯定会跟他吵架，包的还包吵，然后想了一想算了，还是我自己搞吧。我被人迫害了，我没有被人迫害啊，没有啊，这被忽略前2年的 PK 直接气哭了，发1万的福袋人肯定多，那我争什么呢？我虽然说不是为了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你更长久的和大家在一起，那我就是想啊，我就是想更长久的和大家在一起，怎么了呢？我不行吗？我不可以吗？我不可以这么想吗？谢谢追风少年的关注，谢谢宝宝。因为我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宝宝。直接就变专职 PK 主播了，他指的是运营是为了资本啊，有运营就不行了。但是其实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就是你让我自己觉得吧，我有的时候看到他们能挣那么多，我就是人之常情啊，人之常情，就我也会羡慕啊，我也甚至于有的时候在思考这个东西，但是我确实我又就是就对吧？我这个人确实就这样，就没办法，也没办法，就我顶多了，可能后面真的可能，比如说直播间流量也不太行了，我可能会想着多打2场 PK 这样子，但是应该也不会打太多。啊，我的肚子呀！不是大家不想看你，最后是资本让大家不能去看你。谢谢三哥的捶捶肩膀，谢谢宝宝的关注。有一天开播，总是白嫖，哪个好意思去看？那你们现在就是白嫖的心安理得是吧？谢谢温柔坏坏的亲吻，是吧？我也没有看到小奥总的开播。懂了，你们大家现在就是在我直播间那个白嫖的心安理得的，谢谢空想偷浪漫，谢谢你的大啤酒。我不是跳舞的吗？是的，第五，欢迎啊，欢迎第五，晚上好。没有，今天不太舒服，你看我比较憔悴，今天那个大出血，就是播不了，就是给大家聊聊天。戴帽已经要出去打工挣直播的流量费了吗？那倒是没有。不能白嫖，起码电费得报销啊！但你还别说，就是这么多灯，还确实挺费电的。我发现就算是夏天过了，不开空调，家里的电费也用得很快，对吧？人总有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谢谢第五，谢谢我们第五个，谢谢五哥的跑车，谢谢我们第五宝贝，感谢宝宝的可爱跑车，哇哦！车是车，谢谢宝宝。希望我们的五哥，天天都能得偿所愿。哎，我也很想得偿所愿。我现在没有别的想法，就我以前可能倒回2年以前，我还会想，我以后要挣大钱，然后要自己开个什么 MCN， 自己开个公司。我现在想法就是，挣够了赶紧退休。谢谢大家关注啊，笑死了。挣到99元还蛮开心的，谢谢仿轩啊，谢谢宝宝的关注。好的，五哥，会的，我会加油的，会继续加油。你去我公司扫地。对，我这个号不常播啊，宝宝。我也很想我能这么美美的在大号上给大家是这样直播，但是我这个大号做播又没多少人，就可能我如果现在是大号播的话，可能就100来个人，会多60个，也不会很多。谢谢二小人的关注。为啥他的跑车有引擎声？因为他送的是真爱跑车，他送的跑车比较高级。把握给你的位置，你们去割小主播韭菜。你跑车是特斯拉来的，特斯拉不是电车吗？直接给我扫地到退休，不用担心被裁。那万一我把你裁了呢？所以哎呀，好痛，笑死我了。反正又说回刚才我没讲完的那个话题，就我反正每次刷到别人直播间，就是看别人 PK 那么多票，我也会羡慕，我肯定也会羡慕的，包羡慕的。因为我有可能就是完美女神，真的吗？谢谢凌云哥哥点赞。我上次刷到一个唱歌的小姐姐，哇塞，她的声音真的好甜，虽然感觉上是假的，但是好可爱。
万莫回港，这条大路上走两弯。只能扫地才能长时间的看见我。你可以选择当我的助理啊，或者是你当我的商务对接，然后你就能经常见到我了。你还要跟我一起讲话。你看你扫地只能看见我，但是你不能跟我讲话。我唱歌怎么样？一般吧，还行。幸好我中气儿比较足，嗓门比较大。欢迎 Tim 哥，这不是你八姨子吗？对呀，我给的钱多，扫地给的少。干嘛呀？还工作了，还为我着想啊？都来我这上班了，还为我着想啊？还为我着想啊？咋换号了没有？今天不太舒服啊，所以播小号。我大号真的，我大号坐在这儿可能也就100个人。造型位置留给你，包的，三哥包的，包留给你啊。什么时候给我剪头啊？我还等着你给我剪头发呢。但是我刚剪了，哎，再等它留长一点啊。申请帮我专职拎包，帮我拎包，真的假的？帮我拎包很累的，我包里东西可多了。其实助理也能少给点，谢谢喜欢，谢谢。听声听出来了，哇，你好厉害啊！要是你能定在成都，就算让你天天吃土火锅蹄花，你也愿意。你来拎，真的吗？谢谢开心啊！你好，从辫子认出来了，好好好。最后这里吗？就反正都说我现在见着小小一只的，因为直播确实就是一个框，然后呢就只有我在镜头里面，可能会你们觉得我很高，但是我其实现在看着确实比较小只。这是自己点的吗？对啊，你先别点的。还行啊，怎么不够小只是吧？150没有，还是有158的，但是还是会比直播间呈现的效果看起来会更小只一点。就是大家很多人通常比喻我直播间看着不是有170吗？干什么？你要过来陪我不？老可爱了，嘿嘿嘿。不要换名字，我没有换名字，这是我的小号，我大号没换。要是下的有点发烧，好的，三哥早点休息啊，吃点药去。谢谢宝藏女孩点赞。不会真瘦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天天在按脸，就是我有每天都在坚持做那个脸部瑜伽，就是会揉我的咬肌啊，然后会按我的鼻子啊，会按我的发型，我每天都会揉，也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太高了，不爱了，居然都超过150了，怎么说150高吗？今年10月和去年11月比着挺明显的，真的吗？去年哦，那肯定是跳瘦的，绝对，因为我体重没什么变化，就是体脂率跳低了，脂肪跳没了。我想再点一杯那个什么桃胶，红豆桃胶，但是好像现在没有，关门了。谢谢 Kevin 哥的
梦幻舞动，谢谢 Kino 哥。好像是没了，我想再点一杯，有点想喝。冷的、热的，包烫的，烫的还不是热的，是烫的。但是没有，关门了。现在还能点喜茶吗？可以点一杯那个黑糖波波。不能。我喝点啥好啊？我又不想喝开水，喝开水费劲儿。不知道多高，欧米5吧。给Tim 哥给整点凉茶。不能，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女生的那几天不能喝茶，如果要喝茶也只能喝红茶，因为其他的茶都是凉性的。然后包括女生在那几天不能吃凉性的食物，比如说寒性的食物啊，比如说螃蟹、生冷海鲜这种，最好是别吃，不然的话会很难受。所以很多奶茶其实也不能喝，只是喝红茶可以，比如说黑糖波波。哎，关门了。红糖自己就可以熬，我怎么熬啊？我都不动都不想动，还想让我熬。喝茶会崩，喝茶不会崩，喝茶是因为它是凉性的，会有影响，会更痛，有可能会更痛，反正会影响嘛。能保养就保养一下嘛，对吧？能注意就注意喽。今天不跳舞，今天不跳。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以后要追女生，或者是给自己想关心的人关心别人的时候啊，然后听说他，比如说那几天了。千万别买绿茶，什么就是那种什么带茉莉茶，比如说奶茶嘛，你们就说哎呀点个奶茶，你就可以细心的给他点红茶的，然后并且告诉他说知道就是女生在那几天只能喝红茶，其他茶不能喝，他会很感动，这种小细节。要不然你现在早就喝上，你信？我信，我信。但是我真的就是你让我这个时候让我自己去熬，我真的还不如不喝呢，我还不如一直不喝呢，我也不会想去熬。你千万不能惹他生气。其实真的不是想生气，真的会控制不住。就是包括我昨天晚上一样，我昨天晚上不是没直播嘛，但是因为会影响嘛，会有影响情绪。我昨天晚上真的非常的不开心。就是没有人惹我，没有人惹我昨天，但是我就是，而且我昨天还买了平板，但是我就是不开心，就我不管干什么我都不开心，就昨天晚上的时候，然后今天下午，然后发现自己是来生理期了之后，然后就正常了，总算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昨天莫名其妙不开心了。都叫陈海王，那不会，哎。谢谢明月啊，谢谢明月的新守护。哎呀，怎么还有这个号还有新守护啊？谢谢明月宝的新守护，怎么回事？怎么还有新守护？谢谢新守护，谢谢明月宝宝。等一下，我的光哥呢？我的光呢？哒哒哒！谢谢我明月的新守护，谢谢明月的小星星，不简单，你有很多 boss。谢谢小天的关注。完了，这个大号看多了，给小号守护。好的，谢谢我们的新守护。守护八童子，守护八童子就靠大家了，不然都记得优童，没有人记得八童子，连优童也不太记得八童子。谢谢你愿意守护八童子，八童子相当的开心，毕竟连本人都会忘记八童子。谢谢路过的关注，谢谢你愿意守护八童子。感谢你的新守护，那就好，知道是波大好的那就好。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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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哈。然后还有一些冷知识，就是女生那几天的时候，大家其实不用太慌张，就是觉得一定会就是会惹她生气。其实有可能你们没干什么，但是确实因为那几天就是情绪会波动会比较大，就是你就算不干嘛，她也会胡思乱想的，知道吧？也会胡思乱想，所以就是需要你们稍微耐心一点就好了。就是你就想象你自己你就想你自己把自己都不说割哪儿了，你就是破一个小口你都会痛，对吧？你更别说流那么多血了，那肯定很痛。你就体谅一下，然后呢，稍微态度好一点，其实就没事。因为情绪确实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昨天晚上搁那不爽，我也不知道我在不爽什么，但我就是很不开心。我坐在那儿，因为我本来是想美美的玩个游戏嘛，我不是买新平板了，然后我坐在那儿。打开这个游戏不得劲儿，换一个游戏不得劲儿，再换一个游戏还是不得劲儿，然后后面就开始玩手机，刷视频不得劲儿，看小说不得劲儿，点开综艺不得劲儿，就昨天晚上干啥都不开心，然后后面就睡觉了，后面太困了就睡了。你今天你要开始收圈了，你要收什么圈？你其实女性朋友不算多，但都处成兄弟了。就是谈不上。晚安啊，晚安。不得劲儿的时候不如早睡，睡不着。生物钟在这儿，睡不着。不是，也不，昨天已经算睡得比较早的了。昨天2点多就睡了，睡得很早了已经，对我来说很早。你兄弟们说你怎么认识的女生全是美女，笑死了。那就是你们跟女生的相处的方式不太对。女生那几天都这样，干什么都不对劲。是的。所以我不播大号也好，知道吧？要是今天播大号流量不好，我又要开始胡思乱想。就是虽然也挺正常的啊，但是这种情况下我就胡思乱想。你取关了一堆，灯牌碎了一大批，收入圈子，别的不看了。怎么突然开始收圈啦？谢谢空言的关注。哦，说起这个取关，我昨天火不起来就别再勉强了，有啥好胡思乱想的？那你要是挣不到钱，你也别再勉强了，你不挣钱了，你就死掉吧，好吧，你就死掉吧。这话说的。谢谢 Cloud666啊，谢谢关注，谢谢黑瞳的关注，很正常，又不太可能，笑死。这种真的很好笑，你知道吗？就是说这种什么火不起来就别勉强了，你真的就，算了，我不好说。谢谢张小河的关注。蹦蹦跳跳一晚上累的还有空胡思乱想吗？其实还好，不算太累。你把它埋了，哄我开心。开心了，看不动了。哦，对，我要刚刚说，我昨天那个就是刷抖音，然后呢，我就刷到小健发的那个军仔的那个切片，算切片吧，就是他好像发了一个军仔拿着他手机说什么如果被女朋友拿着手机怎么样，就是那个军仔发的嘛，小健儿的那个号，我一看刘小健，我说然后我就点进去，然后我发现他的那个他后面不是一直是3个草莓3个饭团嘛，然后他好像把后面的2个饭团换成了羊驼，就是小健儿，然后我顺便看了一眼，还把我取关了，我还想，现在这么专一了吗？已经。我昨天还在那想，哇塞，小郑现在好专一。我刷到了，小健刚刚还来了，是吗？我没看到他嘞。谢谢张小河这30个玫瑰，没看到他嘞，可能是刷到我了吧。我昨天就无意间刷到的，就真的只是关联刷，我这是随便刷的。
因为昨天他们可能是不是在收官嘛，然后昨天可能有热度比较高，然后昨天就刷到了，然后点进去看，就看到他那个名字改了，然后反正是就是显示了未关注嘛，就是取关我了嘛，然后当时我还在想，好家伙，好小子。昨天拿着花去的，走了，什么走了？他不在吧？走了，没事啊，就我说的也没啥呀，我就是你们差点掰了，咋回事啊？为啥呀？为啥呀？怎么回事？可以说吗？这个万圣都过去了，但是我有刷到就是天津欢乐谷他们发的视频，真的好多帅哥确实蛮多的，就是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帅哥很多。不好说，那就不说，不好说就不说，没关系啊，没关系。没事，不好说直播间，没事。你要是想跟我讲，你可以那个咱就是可以给我发消息。那如果你不想讲或者是不好说的话，你可以不跟我讲，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就是少吃一口瓜而已。我每天少吃的瓜也太多了，就是这个世界的瓜很多的，我也不可能每个瓜都吃。要重新出道吗？你们阿哥你在就行了。就是你知道吗？如果取关我的是阿哥，那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有可能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会今天 emo 一天，就是以我昨天晚上那个状态。如果是我发现昨天晚上进了阿哥的主页，发现阿哥把我取关了，然后今天的优童可能就真的会 emo 一天。要重新也不算重新出道吧，也算吧。这个就是不同圈子了，那不可能，那可能是你点错了。不是，就是打比方，我这是说嘛，就如果这个人从小贱换成你的话，性质就不一样了。昨天我看到他没有关注我只是就是又了一下，就是又现在变专一了，就是有点那种小小的调侃的那种感觉，但是换到你身上就不一样，你知道吧？要不再没事，别强迫，没关系的。阿哥不像六姐，知道吧？六姐跟阿哥那不一样。模子哥和帅哥，欢乐谷都是模子哥吗？我不知道，那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出，他们只要不做什么过分的动作，其实我是分辨不出来是模子哥还是帅哥的，在我的眼里其实都差不多啊，我没有攻击帅哥的意思啊，就是我看着真差不多。不同圈子啊，对，是的，不同圈子，不同圈了已经。你害怕？别加了，没事，别加，不用加，没关系，就是怎么说呢？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啊，我是打个比方哈，就是比如说玲玲哥哥现在是2个甜筒对吧？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如果你真想加，你也可以加玲玲哥哥。如果有一天他的这2个甜筒后面1个甜筒1个猫，或者是2个甜筒1个猫，我也会不开心，我会不开心，就是我知道，所以不用改，我会不开心，我真的会不开心。就是我打个比方，所以不用强迫，就是别人加或者怎么样的，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玲玲哥哥你也不要有负担啊，如果你真的想加的话，你就加啊，你就加，你别管我，你加就是了。反正不开心的只有我一个，你要是想加你就加。我咋不跳舞了？我没有，我只是身体不舒服，今天没跳。耶，欢迎小健啊！小健怎么来了？别人的灯牌都会了，我这不是，我只是什么叫一个甜筒一个猫？就是别人的应援物，相当于别人的应援物。真的，但是还没出来，目前暂时还是暂披露状态，还没披露。后面披露的话就会再说啊，不？什么意思，童哥？没什么意思啊，就是刚刚在说你后面的2个羊驼，
就是突然间看到你后面加了2个羊驼，挺不习惯的。我昨天刷到你的那个视频了，刷到君仔拿你的手机发的那个视频，就是昨天刷到了，然后我就发现你后面改了2个羊驼。刚刚在说你呢，刚刚正在说你呢。谢谢哦，欢迎竹子来了。我看我好几天在跳舞，该休息休息，确实是。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不管是这个加这个后面这个后缀这个事情吧，还是说改名字，还是说转推什么的，我其实觉得很正常啊。我个人从我的理性层面来讲，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我不可能要求喜欢我的人只喜欢我，我也不可能这么要求你们，对吧？你们有喜欢别的人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正常，但只是从我的理性层面来讲。但是从我的情感层面来讲，其实我也是个人，我是个活生生的人，我也会难过的。我会因为不管是转推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会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会难过啊，对吧？这很正常，人之常情嘛，会难过。谢林真骑手的关注，加个奥利奥，加奥利奥，彤彤不会生气的。现在就去加个后缀，你要加后缀，你要加什么后缀？开心就好，对，人活着不过开心2字啊，真的就挺短暂的，及时行乐吧，大家。谢谢处处遗憾的关注。刚去大号看视频评论，这对吗？视频评论咋啦？发生啥事儿了？怎么了？我看看啊，咋的了？视频评论啥？你这肯定不变，没事，这个就是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想法，大家不要有任何负担啊，别有负担，这不要对这个事情有负担。如果你们这有负担，以后我不讲了，以后我不讲这些了。就这么哦，这不对，你加完了，你怎么？那我现在再举个例子，你是不是要加4个甜筒？我再举个例子，你是不是要加5个？你出生就是优童单推了，你胡说，空想拖浪漫，你胡说。怎么受脱相了？没有吧？怎么就受脱相了？我只是换了个发型，怎么就受脱相了？你这买1送2。那我现在再重新说一遍刚才那个例子。好，然后你现在去加吧，你就加4个吧，去吧。就我只是作为一个主播，或者是作为一个有粉丝，就是把粉丝真心就是放在心里面的想法，确实是这样，确实是会难过，是真的会难过，好吧，真的。就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儿，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某一个人，就不说是不是我，就是不管你们喜欢谁，是个女生是个女孩子，如果你决定说你就一定要单推她，你要狠狠的单推她，然后呢，不管是你带着老吴一起来看，你可以带她来，然后呢，你可以切我2张，她必须切10张，她不切10张她不许走。他不许走，不然以后要是遇到同学了，那这不好说。他以前我跟他还是同桌呢，他必须切10张。然后你如果决定就是要一定要单推某一个人，你这个一定要想好，因为未来某一天，如果是你转推了，或者是你没有那么喜欢他的话，他是会难过的。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你觉得在你看来你仅仅还是喜欢他，然后你可能仅仅只是因为把对他的喜欢分给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一个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他是会难过的。谢谢萨西米酱酱，谢谢你的入团卡。这感谢单推是啥？单推就是只喜欢一个人，就叫单推。单推嘛，你做不到，那就别做，那就别做。地友很少啊，地友单推很少，地友一般都是多推。我只是举个例子，没有别，就是聊到这里了，我们只是聊一聊，经常会读日语，当然啦，不然改不回来2个了。
哎，你还真改啊？你这，哎呀，这太难了吧？这也太红了吧？今天怎么这么宠我啊？今天玲玲哥哥，你这把我哄的。三通怎么也来了？怎么回事？欢迎三通啊，晚上好。怎么三通来了？欢迎。那你单推菊姐可以，这可以有。细细，我去地友喵会跟着一起吗？他跟我一个团的，不是跟我一起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喵是跟着我去他才去的，不是，是我们上面是有 staff 和运营的，是别人招的，不是他跟着我去的，也不是我跟着他去的啊，就单单只是因为恰好合适，然后我们俩在一个团，那你也有加后缀。加容易去掉就难了。没事，真没事啊，真没事，凑热闹，好，欢迎三通老师。我本来以为去飞行还能看到三通老师呢，结果都没见到三通老师，去了飞行2次都没见到三通老师。这次改一次，你还是改回买一送一。我没有，我刚才真的只是举例子，林哥你别放在心上啊，林哥哥，就大家都别那个什么，因为我这个话，然后你们就有压力或者怎么样的，别啊，你们该喜欢谁喜欢谁去，好吧？去掉你得考虑一下我的心情。没事，我很开心，真的，去吧，这么熟，对啊，就是只有熟了我才能敢这么开玩笑啊，换个人我都不敢开的。Bye bye and 不是新开的宝宝，一直都有，这个账号一直都有。三通老师都不说话，嗨 boy， 但是看地友真的都基本上。咱俩熟不熟？我俩挺熟的呀。你不是叫我童哥吗？但是你取关我了，你取关我大号了，我知道了，因为我昨天看见了。那我们俩现在还算熟吗？你说 ？Goodbye, Amy。要是三通老师去了飞行，三通老师说，这我没办法啊。出道在红仓。我暂时不知道出道层在哪，因为都还没披露呢。我们反正后面呢，月中应该是中下旬，应该会去拍那个公示照，到时候会先批，就是会账号到时候肯定会先更新嘛。反正等那个公示照那些，不是，就是等拍公示照的时候，应该就差不多能确定披露场到底在哪儿，到底在哪儿，什么时候。哎呀，加州哥怎么也去加了？哎，但是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就在餐桌上都是谢谢加州哥，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一开始真的不是很，就是这个传统也不是从我这流行起来的，但是具体是从哪儿流行起来的话，我不知道啊。就是加后缀这个东西从哪儿流行起来的我不知道，就是从某一天开始我就发现我的粉丝后面也会开始加后缀。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也没那么，就是怎么说呢，没那么，也不是说不重要吧，就是在我这里其实也还好，但我不知道这是从哪流行起来的，这不是我原本的意思啊，是因为后面的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就只能这样了。你这儿，你咋先开始加这儿？灵感的是1元词，不是，我是说所有一切罪恶的源头。哎，不是罪恶，就是一切加后缀的源头。是阿哥先加吗？是吗？是从哪儿流行起来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流行起来的，反正就从某一天开始就流行加后缀了。欢迎小坚老师，晚上好。好像是你这儿。你记得当时看见草莓家先有的，好，对，就是你们会觉得我这里也应该有，然后就有了，然后后面就是后面就其实
我其实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一开始我最开始你们加后缀的时候我就说了，大家想加就加，不愿意加就可以不加，没关系的。我一开始我就说了。但是真的看见大家加甜筒是会开心的，确实是会开心的啊，这无可避免的，肯定会开心嘛。宣誓主权，肯定开心。主包来过青岛吗？主包去过。哎，也不知道红色会不会显黑啊？我好怕大红色很显黑。大红色的衣服。我跟你们讲，我们的歌超级活泼，超级活泼。就是看到了，我感觉就我这种活泼的状态，我都会觉得我跳完可能就微死了，真的太活泼了，受不了。4个 ID 会串哈，好的，我只是举个例子。这红姐这一开始考虑加甜筒还是加爱心哦，后来一看加可容易了，卸掉几乎不可能了。对，就是卸掉的时候会很难卸。是这样子的，就是真的就是加容易，去掉难。活泼就对了，1年才能喊得大声。不是，我给你们听算了，不给你们听，我不知道能不能，但是反正就是，哎呀，先不给你们放吧，应该是不被允许的这个事情。就是跟你们说有地友这个东西，都还是经过 staff 同意的 ，staff 说你们可以宣传了，我才说的。不然我都不敢说。其实是好像 staff 的意思是没有披露之前其实都是不允许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又让我们说可以宣传，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说了呗，那可以宣传就说呗。卸的时候可得考虑清楚，一想就都加上。就是一看就知道是端水人是吧？就二哥这种都加的就端水人。是要开始练唱跳吗？对，地友都是唱跳，也可以只跳，但是一般不会全程只跳或者只唱，一般都是唱跳。哎呀，怀伟也加了，谢谢怀伟。走了不理谁？什么不理？谁不理？咋了？怎么了？三哥什么走了不理？多宣传第2场再。东安湖那就不是地下偶像了，东安湖那是地上偶像，你知道吧？那叫地上偶像，那是地下偶像做出名了，就是做成日本最火的那个，在那个武道场开 live 的那个团，就是那哇塞，那我就真不干直播了，到时候也不是不干，就是肯定到时候就不是真的大号，就不用跳舞了，我就搁那儿给你们聊聊天，都很有流量的，都不用跳舞，咱们也不用跳舞传流量了。这号纯聊天嘛，这号是除了跳舞基本上什么都干，也不是纯聊天，但今天这一场算是纯聊天吧。对，武道馆和东京巨蛋，是的。哇塞，谢谢无名之辈，他们做的那也是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建议大家不要加后缀，如果你加了，你就要考虑清楚再加。要不是酱酱那儿听到都忘了我有小号啊？怎么了？怎么酱酱开播吗？现在哪个还从酱酱那儿听到什么小号？怎么个事儿呢？是因为刚刚聊小件儿吗？你是大家小天是这个意思啊？我昨天有在想，因为我不是新名字取好了嘛，我在想我新的就是代表物里面到底要不要保留甜筒，最后没有保留，最后现在暂定的是约克夏和太阳，新的也不是代表物吧，就是就也算是代表物吧。目前暂时是约克夏和太阳，就是小狗。现在下班了哦，
留着吧，隐含一个会就是会有在比如说签拍立得或者什么时候，我应该还会不自觉的画甜筒，肯定的，这肯定也在，就是体现在表面上的。我的意思是，真约克夏了，对，不是老有人说我像约克夏，都那么多吗？笑死我了。谢谢小健的灯牌啊，谢谢小健，你还是给我画甜筒，都画好吗？都画，甜筒我也会画的，下次也画个心。这之前优童签名的时候一直都有心。心的话，见过约克夏吧？好。唱跳真的很难，家人们。关键是我们团这个定位，你知道吧？就是新团的。谢谢三哥的晚安贴贴啊，就是我们那个地上娃娃那个定位，它是活泼系的，懂吧？就是那种巨活泼系的。然后他们的歌都很高，是真的那个超高啊，我唱不上去，完全唱不上去。就我这破嗓子，完全唱不上去。你要是签个签笑，再画个别的，你女票过去问你是不是又粉别人，有照片呐、不是很明显看得出来是我吗？我又不会大变样，我又不是会去哦。我那天刷到一个那个就是现在的那个面具做的那种人皮面具，超老逼真了，现在人皮面具。我那天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超级逼真。我又不是会戴人皮面具上去，你怎么会不认识？谢谢长夜一梦的关注。三哥没见到你啊？你说昨天小娟昨天去欢乐谷了？双胞胎，谁知道我是姐姐还是妹妹？谢谢夸夸漂亮，谢谢。我的妈呀，怎么还真的我这行吧，我是双胞胎，对，谢谢正能量的关注。以后就这样啊，以后咱们就这样，就说不知道千笑跟那个优童是双胞胎啊，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千笑在干嘛，我们现在分开住了，不知道，就是优童不喜欢 Dio， 然后千笑很喜欢 Dio， 所以千笑去做了 Dio， 优童就还是干直播，好吧，以后就这么说啊，以后就真的有双胞胎了。反正事情不互通，优童跟千笑的事情肯定不互通。没事就送个花哦。你女票把你收藏的小卡拍立得去哦，那我有点抠，有点尴尬呀，玲玲哥哥，你知道的，比如那个就是情人节那种拍立得，你写的那词儿，我有点尴尬呀，多多少少我有一点抠脚，有点抓，有点尴尬。明白合理。反正到时候你脱单了，直接会坦白看我们，还是坦白比较重要。其实我觉得就是坦白的话，很多女生其实她不会特别介意，除非你每天都把你所有的米都花给你喜欢的那个主播也好，偶像也好，你只要不是所有的都花，就是其实会能理解的。反正我是能理解的，我觉得大多数女生应该也都能理解。就说清楚的情况下来说，上次那个图我也不是挺好的。哎，对了，哦，对，我上次问过你了。不是，如果我跟老吴，就是如果你真把他带来了，我跟他两个面对面的话，我真的会很尴尬，就是我真的会抠脚趾。不，脚趾真的会抠地，说我会抠脚趾，我脚趾真的会抠地，太尴尬了。高中同桌，他看我弟友，还排我切，我还要面对面的跟他讲话，不是，真的，这是一种，但我不知道，就是应该也会有，就是我以前的初中或者小学或者高中或者大学朋友，应该也有看我直播的，肯定有。只是我都不知道啊！如果就是被我知道一个，我就会尴尬一次，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是非不必要，我现在都就是
不跟以前的朋友就是太多接触太多，因为我真的会尴尬，就是碰到一个说，哎呀，啊，我天天晚上都看你直播，然后我真的会很尴尬，真的我会很尴尬。你得说三哥出门穿天衣裳，就是三哥，因为就是太帅了，你知道吧？就是人长得又帅，然后出门就是想更帅一点啊，所以穿那么少。你穿给谁看啊？三哥，你穿那么少，给谁看呢？多穿点儿，把自己裹严实了再出门。这么帅了，不能给别人看到了。你看我直播，你老婆一直不是。不是，他应该会更尴尬。那他还愿意来吗？我觉得他会不愿意来吧。那我不就少了10张拍立得，我不就少了10张切吗？我还少挣点。那他那么尴尬，他还会来吗？拿出来了高中时期的古早签名。我高中，我高中就叫优童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签名，那个时候只是混2次元。你女票已经报到头了，羡慕死了。同桌，怎么加州哥去炫了一圈回来，又加了一个面包，又加了一个吐司，然后加了一个薯条，又加了一个0302，怎么回事？加州哥，怎么个说法？我也有害怕的，那当然了，那必须的。我好歹也是个女生嘛，虽然可能在你们看来我好像就是比较厉害哈，就是感觉好像我自己挺有主意的，然后也就是账号也做那么好，直播也播得挺好，就在你们看来我可能挺厉害，就是有点类似于女强人了。但我其实我真的就只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小女孩啊！我说实话真的了，只是很多时候。我的坚强都是生活所迫啊，我也不想坚强，我也想每天能像林黛玉一样，我见犹怜，然后在这儿坐着哥哥们，然后就把钱挣了多好，我也想。讲了我这来了，不懂，要不你解释一下这个后缀啥意思啊？你绑架他来啊？那好，他好可怜啊，绑架过来又要尴尬还要花钱。那他多可怜！48集的心路历程啊！可是后面2个是你是我之后刷到的吗？我之后认识的吗？为什么我会排在第2个呀？直接加了一个，但是刺豚应该不算套餐，倒是有面包、薯条和甜筒的套餐，倒是有。每天喝茶搓麻。这个等级都是有心路历程，包有的。谢谢鬼气的关注，多穿点，因为很冷，确实是很冷。因为出门，大家如果是运动比较少，就是站着不动比较多的话，还是多穿一点。你敢穿多了可以脱嘛，穿少了怎么办啊？欢迎奢念，谢谢奢念的灯牌。冰淇淋就是那个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的？麦的好像是麦门吧，就是薯条蘸冰淇淋，老好吃了，我忘了，我很久没吃了，是麦门的，应该是真的很好吃，就是冰淇淋蘸薯条。穿少了脱别人，哎呀，好，对呀，三哥，你要是以后冷了，你就去扒2哥的，你就去把2哥的扒了。哎，奈奈也加冰淇淋了。哎，我以后还是不说后缀这个事情了，真的，大家就我以后也不提这事儿了，没事儿。以后咱们就别就，虽然昨天正敞着去了，但得体现气势，也得多穿，别扒错了。2哥的你穿不了，怎么说？我感觉2哥好像比你高是吧？然后我觉得你俩也差不多啊，看起来差不多高啊。你在人民公园睡眠，你穿的有都预备了，他不穿，为啥呀？为啥不穿呀？你看今天就发烧了。
你看啊，我今天晚上这样不舒服，直个播还能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就导致我在直播的时候其实肚子也没那么痛，感觉还好。等我一会儿下了播了，我又得开始痛了。二哥比你高好多，二哥比小件高好多，小件多高啊？好像是，想起来了，一件大衣，一件羽绒衫。二哥177，你187，都是加绒的不薄。那二哥说你穿的少，你说不薄，你俩到底谁说的是真的？你改名上线了，得过块节的时候才能改。好像我不应该笑，但是挺好笑的，又暖心又好笑。没事儿，这都是自愿的，就是说加上100%开心，卸掉100%暴击，高收入高风险，那确实是。我现在见到就知道了。好，你们受过专业训练，一般不会笑。笑死了，真的，这就是我这就又说到这个话题了。但我个人觉得其实很正常，就不管是真的就是你，因为就是这种网络，它本来就隔了屏幕，就大家都相隔甚远，然后呢，就是能相互的了解，并且相互的有一段故事吧，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这段故事能走多远，其实它显得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之间有这一段故事，然后呢，我们相互认识过，就是已经是一件很幸运并且很幸福的事情了。就是单纯的来说，确实就是你，比如说有一天，我又要举到黎明哥哥身上去了，哎，还是刚才那句话，就真的是也挺正常嘛，只能说就。反正当主播也好，还是当偶像也好，还是当别的什么也好，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必将经历的过程。就是因为隔着网络，所以才要用更多的方式表达。对，没错。去了不露面就不知道你穿搭。你来了，你都去兰州了，你不露面，你合适吗？你合适吗？我会生气的，我真的会生气的。来了不见我，我会生气的。谢谢星星的关注，你以后直接接板叫栗子，接板叫栗子。我可知道你是害羞的，之前还一直想，就是之前不是小娟说想听现场418脸吗？线下，哎，你看吧，我还记得呢。一看眼熟，看小考。你希望冰淇淋可以一直留着，因为后面的后置都推销啊。包的，就是我退休的原因只会有2个，一个是我生病了，我就是膝盖或者怎么样出问题了，我再也跳不了了，我可能退休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某一天被绑架了，就是出人身安全。就是要么生病，要么就是这方面不可能。就算是我之前也是，我刚才不是说我的愿望就是挣完了，然后马上退休嘛。但是其实也是有开玩笑的成分在的。就算我到时候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努力，就是比如说每场直播都这么哭跳，但是我会一直在这里，我会一直跟大家有交流的，我不会说完全就是退网了，不可能，不存在 ，no。不存在。你多害羞，退休了。好伤心的故事。谢谢青椒肉丝不要肉啊，谢谢关注。还是一句话，我太累了。我是挺累的，但是没办法。就是因为天上永远不可能有馅饼，就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换来的，所以没有办法。就因为我们投胎，这也说也不好，反正就是没办法，就是你在我们也没什么资源，就只能自己做喽。至少我以后想起来我这段回忆，我不会后悔啊，我不会因为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多跳1个小时，我不会因为
我不会因为说我后悔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就是好好播，然后没有好好跟大家见面，没有好好去线下演出，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后悔啊。至少这段属于我的经历，我回忆起来至少是值得的，至少觉得我值得。虽然我确实是最近这段时间很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从后面那个布尼没怎么活动之后，我确实很累，但是怎么说呢？就我愿意接受这份累，只能说我愿意，我可以承受这份累，我觉得。万万岁，样都要谢。如果我被人追走了，我会退网吗？对哦，那你也不会，我不会退网。你们要是能接受，就是如果我以后结婚了，或者是我结婚有小孩了，你们如果接受，并且还是有其他喜欢优童的地方，你们愿意继续喜欢优童，你们可以继续喜欢，那我也不强迫，因为肯定会有人因为我结婚，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就走掉了，肯定会有啊。但是我也不会退网，因为我也有，只是我的事业粉我也是有的呀，就是只是想看我跳舞的也有啊，喜欢我跳舞的也有啊。以后都在这儿播吗？没有，宝宝。对呀，我值得，我会值得。花臂该露露。哒哒哒哒哒，这是要结婚。你看吧，我一说这个就说我要结婚了。也会有人因为结婚了所以更爱了，变人妻了是吧？到时候就是人妻了。不说这个话题了，我没有要，我没有。哎，谢谢济南皮家扎的入团卡。所以为什么我平时也真的很难得提到这个问题？每次一说就会有人开始说，哎，你是不是生孩了？是不是怀孕了？我都累了，我真的累了。你知道，既要又要。如果能既要又要的话，谁不想呢？你不想吗？你对于你喜欢的东西，难道你不想既要又要吗？永远谢谢大家喜欢。到时候还能不能看不得？看哥愿不愿意？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就是啥意思啊？你这句话啥意思啊？你是说以后我找了对象，他不同意我干这个？那不可能，必然不可能。他要是不同意，就不会跟他结婚了。你放心吧，不会的。这是我的偶像万岁。还想线下见我？来见啊，来见宝宝，后面机会多的是啊，多的是机会。只是可能不是有可能不是你所在的地方，以后机会多的是呢。你在北京，你有了什么机会啊？对，有北京包有的。线下有啥活动？现在目前的话，确定的活动是12月6号，作为优童啊，在兰州，12月6号在兰州有一场活动。不尊重对方的爱好不值得交往，对，是的，就我这个人。好的啊哥，好的啊哥，晚安啊晚安，晚安啊哥，做个好梦，做个好梦，辛苦啦阿哥，也感觉你蛮累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天津欢乐谷见过真真了，想见我。你在天津啊，宝宝。后面的话，北京有可能。北京的话，我不敢100%的保证一定会去，但是100%的保证我一定会去。远征肯定会远征到北京去的，包的。新身份会有新账号吗？有的，包有的。滑马，滑马，对，有桶啊。你来了，你做后期啊？谢谢小健，谢谢小健做后期。已经切身经历过了，会过得很累，就是不尊重爱好嘛。就大家如果是要找对象哈，就是找跟也不是说对象了，就是包括一起生活的室友也好，还是朋友也好，室友其实都还好。大家一定要找能接受你的爱好的人。就你不要想着你可以改变他以后可以
尊重你的爱好，或者是他以后就是能接受你这个爱好了。你千万别这么想，一开始你就得找愿意尊重你爱好的人，就是能接受这个爱好。因为其实有些人他就是不能接受，比如说哈，就不能接受玩游戏，就是不能接受你每天晚上都啪啪的坐那打游戏。有的人他就是接受不了，就你也不用说妄想企图用你自己的魅力去让别人接受，这很难，会有可能但很难。就大家如果以后找对象啊什么的，就是提前就是要了解清楚，要把你自己的爱好跟对方讲，然后看对方愿不愿意接受。那就关注了，谢谢关注啊，谢谢宝宝。你的爱好是家里有一个生态圈。我不行，我跟你说，如果以后我找了对象会养蛇 ，no， 我不行，我受不了。这我就不行，这我不行。你就算是给我一辈子，我也没办法跟蛇和解，我永远不可能跟蛇和解的，不可能。谢谢彩虹问号为你闪耀。你的爱好就是 cosplay， 是哪种 cosplay？ 你接受你的爱好的女孩可能有点挑战性，那可能太有挑战性了。我不行，我真不行，我接受不了蛇。对，今天是这个账号，今天聊天，身体不太舒服，谢谢听叶的关注。今天几点下？跳出赛圈，1点20啊，再聊10分钟，1点20下，挺早的。下了播我就要去休息了，建议不干别的事情。你认识很多男人能接受，考虑一下。生肖蛇呢？那没有问题啊，又不是真的蛇。就我这个人很怕蛇，很怕蜘蛛和蛇，我真的不行。就是那种你家里面其实很正常会有那种小的那种蜘蛛嘛，我真的不行。我看到蜘蛛比看到蟑螂还害怕。就是看到蟑螂我还能稍微守着它，就是看它去哪儿。蜘蛛我真不行，我连跟它待在一个空间之内我都不太行。兔子呢？兔子那不得吃了。兔子多好吃。吃蛇呢？我没吃过。蛇好吃吗？没吃过。我其实很少挑战吃那种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蛇，比如什么蚕蛹，还有那种什么虫类的，我基本上很少吃。我唯一一次吃过的还有就是那个土笋冻，就是第一次去厦门的时候，并不知道土笋冻是什么东西的情况下我吃了，因为我知道土笋冻是特产，但是我不知道它是虫子做的，我后面才知道，我吃了才知道。只有那个东西，然后其他的像什么驴肉我其实都没吃过，然后鸽子肉我吃过，但是吃的很少，就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其实吃的比较少。兔子怕我。你是兔子。兔子多好呀，多可爱呀，兔子那么可爱。我签售都有什么？我吗？你是说12月6号？对，我一会儿下播我去问一问。我不知道这次兰州有没有签售，有的话应该会带一些海报，然后会有拍德会带海报过去，就是兰州的话。然后可能会，我看现在做的话应该也来得及，我看我下播问问吧，我看有没有签售，有的话可以做一点，给他一大脚丫子。哦，不行，我就是就算是他很小，然后我能一脚给他一脚给他一个大脚丫子，但是我心里会有负担，就是我会觉得我的脚他就是不干净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可能我踩下去，我这双拖鞋我都会换掉。那我可能会抗拒一些老房子或者废弃房屋。对，可能会，因为会有那种蜘蛛，会有蜘蛛，就包括就是以前，就不说以前了，就是山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腿特别长的蜘蛛，就是很大。我在哪个山，好像是去都江堰吗？还是青城山，还是街子古镇，我忘了，反正就是某一次去爬山。这么大一只，就是腿那种很长，这么大一只蜘蛛，哇塞！我当场看了，我全身就起鸡皮疙瘩了，很严重，超害怕。我那个时候，我就怕它，我就会幻想它会不会扑过来咬我一口，但是其实上是不会了，但是我就会不自觉的幻想。驴肉好吃，谢谢半月余晖的关注，就金麒麟的兔子好。金麒麟兔子确实好吃。对蟑螂也是这种想法，我对蟑螂也有这种想法，但是相比起对于蟑螂的恐惧，我对于蜘蛛会更恐惧一点。
但蟑螂我也会害怕了，我也会害怕了。我换小号了，对，因为今天不太舒服。高额白额高脚猪，对啊，不讲。但是他们不是说那个蟑螂不能用脚踩嘛，就是说其实是踩不死，得用那个。怎么啦，猪猪？今天不太舒服，宝宝，就是用小号聊聊天。今天看起来可能比较憔悴，因为不太舒服。这是优童，对，这是优童的小号，叫八童子。然后平常就是波波生活，波波聊天。如果这个号开播了，就是优童在分享生活或者是做播。对，要有牙齿咬，不是或得用那个杀虫剂喷。就是好像说用脚踩，其实踩不死，不是都这么讲吗？还是能拍死的，又是要多拍几下。不过我现在在家里面基本上很难得见到活着的虫子，蚊子会比较多，其他的虫子比较少。可能是因为家里有2只猫吧，也不知道它们平时吃了什么。反正现在很少见到，没养猫之前经常见到，养了猫之后见的很少。一般都是室友干这活，我真不行，我真的不行。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家里面，因为之前我还在家里面住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爸妈还在上班没下班，然后我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客厅出来了一只蟑螂，我就躲在我自己房间里面，然后我躲进房间里面，把我拿那个纸把我那个下面的门缝给它塞满了，然后我躲在我的房间里面不敢出去，直到我爸妈回来。我才敢出去，然后我躲在里面一直没出去。我真的会很怕这种东西，包括我也很怕鬼屋。就是我虽然挺爱看悬疑小说，就是对于这种其实是就是一般来讲，喜欢看推理喜欢看悬疑的人其实不会怕这种东西，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会怕，就特别是鬼屋这种我会怕，我真会怕，而且我会很怕，我超级怂。我真的很怕鬼，真的。你是不踩的，我也是抗拒。看到蟑螂甚至都会不敢走。哎，我也是一样的，一样度。最近怎么样了？感冒了没有？我今天那个生理期不太舒服，就是你懂的，就是生理期嘛，太虚弱了，没办法跳舞，在做播。然后感冒的话没有，是因为我那个养了猫有鼻炎，好不了。然后又冬天了，冬天鼻炎会更严重。可能我一个冬天都这样，就是说话都嗡嗡的。谢谢西宝的灯牌。见过外观跟蚊子一样，但是有半个手掌大，好像见过。专门负责替大家抓虫子。那你要不养猫的话，鼻炎会好吗？会的。我之前才去看了医生不久，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才看不久嘛，就是也是去年冬天的事情了。就是上一个冬天，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会流鼻血，就是每一天都会流，我一醒就会流鼻血。然后后面因为我流了几天之后，我去医院我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跟我讲是因为过敏性鼻炎。那个时候我就去看了，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鼻炎了，我小的时候就有。然后医生那个时候就跟我说是过敏性鼻炎，就可能是因为最近吸猫吸多了，或者是就是粉尘就是太严重了，然后所以流鼻血是因为更严重。然后后面开了药，就是喷了吃了，后面就好了，就没流鼻血了，但是还是会有鼻炎。但其实我觉得我能接受，只要我不去用力的吸，只要我不用力的吸正好都好说，因为正好的毛太多了。对，没有下播，快1点半了，马上就休息了。意思是大号专门跳舞直播，小号直播唠嗑吗？不是这个意思，宝宝。大号我们也唠嗑的，只是大号不能一直唠嗑。可以，大号我都是前面跳舞后面唠嗑。就如果你喜欢我唠嗑的话，你也可以大号的时候稍微晚一点，然后再去我的大号。因为我大号前面开播基本都在跳舞。有没有考虑养无毛猫？晚了，你就是我已经养了2只了，我不可能再养第3只了，喂不过来的，因为我也是属于雨露均沾的。我现在喂猫条都是2只一起喂，我可雨露均沾了，一起喂猫，从来不偏袒谁，2只都是一起。我在养第3只，我没有第3只手啊。养不了了，2只真的极限了，因为我只有2只手。
一个直接8发。北方干燥，南方湿，鼻炎会好很多。我都忘了我去天津的时候鼻炎怎么样了，我不太记得了。你线下看了缅因大爪子太吓人了，去正好的，哎，正好的那个爪子真的很像山猪，超级像。这个 BGM 有点意思哦。2025热梗盘点，难怪那么有意思。谢谢玲玲哥哥点赞啊。一会儿你好听到吃醋了，没事的，他们听不懂。等过2天我还得去医院，不是我的事儿啊，我得去带你好去做绝育。哎呀，我又要心痛了，我到时候又要泪目了，因为我真的会很每次看，就是真的每次看到他们难受，我真的很难受。上一次正好嘎的时候，我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了。这次你好嘎了，我不知道哭成啥样了。我在天津鼻炎好一点，应该是猫没在旁边。马上母猫不是公猫，如果是公猫还好一点呢，可惜了是母猫，没办法，母猫很难受，因为母猫要开刀。公猫的话，它只是嘎蛋，可能几天就好了。但是因为母猫是相当于是肚子上要开个刀，然后就是会好的很慢，然后会很痛。你在成都鼻炎1天都没犯，是吗？但是成都空气不好啊，而且冬天还有雾霾，成都空气质量不行的。谢谢 END 啊，谢谢宝宝的关注。成都马上又要进入雾霾天了。进入雾霾天拍视频怎么办啊？成都的阴天真的很难让人有拍外景的想法，特别是白天，晚上都还好啊。成都真的，冬天的时候出一天太阳，不管是周几，外面人都多得很，走到哪儿都是人。谢谢旺仔，谢谢垃圾堆旺仔，谢谢你的灯牌。咚，那个单单的。内蒙古小猪去内蒙古干嘛？你是去内蒙古？你是去内蒙开新分店吗？还是怎么的？你为什么要去内蒙啊？是开新分店了吗？还是你是去出差呀？谢谢玲玲哥哥点赞。内蒙古首店开业至哦。那应该还是会回北京的吧，只是说可能暂时过去几个月这样子。主号被抬走了，主号没有被抬走，待到过年再回来啊，辛苦。内蒙古的冬天还是挺冷的，今天看起来状态很差，包的呀。毕竟在流血啊，你上个月在成都鼻炎比在南方好很多，那看来需要互换一下，南方的鼻炎在北方治，北方的鼻炎在南方治。算了，我本来还想着下播之后出去拍个视频，明天再更个视频，因为今天这个视频我发了之后我就想隐藏，因为拍的确实不好。然后算了吧，今天不拍了，明天再说吧，我累了。我还下播之后应该就是瘫掉的状态。天津就有什么？好好休息。好的，会的。还不休息？马上就休息了。今天别拍，我今天不拍了，下次摸鱼可以拍手势舞，主要是拍手势舞没流量，你知道吧？如果我现在拍，我就是出去拍，会很冷，冷了应该会更痛。算了，不去了。
我不拍了，我明天再拍吧，管他的呢。然后明天我会后悔的，我明天起来绝对会后悔的，我跟你们说，包的，我包后悔的，我明天起来一定会想说，为什么我昨天晚上没有拍视频，包后悔的。谢谢垃圾堆旺仔啊，谢谢宝宝灯牌啊，但是我现在确实不想拍。就这样吧，我下播了，家人们，下播我准备去躺着玩游戏。拍了也会，明天更痛。对，是的，都会，都会的。主要是我这个事业脑，你们知道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天的视频不太行，我真的很想明天再更一个视频。明天今天其实不用发视频，今天就是我其实不用拍，我只有明天的时候再考虑拍。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拍的不好，所以我就想再发一个。后悔也是起来的事情，你说的好。只需要记得玲玲哥哥怂恿不拍视频就对了。对，事业脑和划水脑开始互补了。不是我这个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有人说我瘦脱相了，有人说我开始圆了，我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这我搞不懂啊！晚安啊，大家晚安。不拍了，我下播要去使用一下我的新平板，感受。昨天没有好好的感受。晚安了，大家晚安，大家早点休息哦。不行，你分一半。谢谢玲玲哥哥点赞，早点休息。好的，会的，大家也是啊，大家平时工作注意身体哦，注意身体。晚安啦，大家。我还欠你的，我不是还欠那个 up down funk， 还有我知道人鱼之歌和 up down funk 我都学完了，我都学完了，你等我。知道我就是今天其实就本来是可以的，但是那不是没播吗？明天我得先看看忘没忘过，要是没忘的话，明天就给你跳；要是忘了，我们最后天跳。你也抱着比心兔兔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记得的，你的那个一小段，谢谢中华的羊点赞，谢谢玲玲哥哥点赞。主要是又打了个比赛嘛，这不是？哎呀，又想起那个比赛了，不想了。那你想想你要什么？你想想吧，你想想你要什么吧，想想吧。不过真的不急，好。是那个比赛真的是。哎，也是多了一个名梗，就是至少让我以后的做播能有的聊，又多了一个话题可以一直反复的不断的聊。谢谢5月的头发。好，不想了，晚安大家，我走了，我去休息喽。看着挺开心的。以后大家，我再好跳舞的时候，我问大家我今天跳的怎么样，然后大家回我看的不懂，但是跳的挺开心的。看不懂，但是看着感觉挺开心的。都拍。晚安啊，晚安。走了。那其实你们说都还好，其实真的还好。因为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开心。我是在偷半点吗？我没有。建议不用放大屏幕。不是建议，是就这么跳就好了，不用放大，没有建议，不用放大。怎么还会建议呢？不允许建议的，直接不用放大了。就这跳吧。晚安啊，大家晚安。对，就这么跳吧，不用放大，有什么好放大的，是吧？也不用音乐了，要音乐干什么？反正也看不懂，但是看着挺开心的。谢谢 L108，谢谢关注。没事拿出来反复鞭尸吗？因为总会有人没有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
总会有人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直播就是这个样子。来一个人可以说一遍，就可以天天说。哎也没有啊，就是聊到这儿可能会说到嘛，也不会天天有事没事拿出来说，那当然不会。下次买个那个人鱼头套，跳舞的时候就戴那个。好注意。谢谢胖子不长肉啊，谢谢关注。行了，真下播了，1点半了，1点半啊，下播了。谢谢刁老师的深海菠萝雾啊，谢谢宝宝点赞哦。下班啦，感谢宝宝们的关注哦，我们走了哦。希望我今天晚上能让我正常的上班，要是今天晚上还上不了，那也没办法。晚安啦大家，我先走啦，大家早点休息哦。晚安啦大家，早点休息，晚安，做个好梦，拜拜。